习近平正在利用中国的股市布下一个陷阱，让中共国家队注资制造一个大牛市。中国老百姓的钱正愁没有保值的地方，股市涨了，他们能不动心吗？愿者上钩，他们会乖乖地送钱过来。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的股市却来了一个倒栽葱。在中共大阅兵之后的4号，录下5个月来最大的跌幅。这很可能是那些知道中国股市内幕的权贵资本和白手套们的抛售所致。于是，中共借助外媒放出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抓的消息，似乎是警告那些活跃的大老虎们，不要妨碍中共割韭菜的大计，否则易会满就是下场。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路透社9月5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原中共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上周被带走。易会满今年60岁，去年2月被免去证监会主席一职，由吴清接任。易会满之所以被撤换，因为当年中国股市跌跌不休，3000点的保卫战变成2800点的保卫战，中共的脸搁不住，急需一个背锅侠。如果易会满是上星期被抓的，英媒在中共93大阅兵之后立即放出风来，似乎很耐人寻味。就在9月4号，中国股市创下5个月来的最大跌幅，蓝筹股沪深300指数在4号下跌了 2.1%，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 1%， 以科技股为主的中国科创50指数下跌了 6.2%。这是自4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对华关税压力导致沪深300指数单日下跌超过 7% 以来的最大跌幅。尽管有策略师认为这也许不意味着更大规模抛售的开始，但也足以打习近平的脸了。习近平9月3号阅兵，想展示他称霸全球的野心，同时希望股市也来个红彤彤，给自己的脸面贴金。但是除了政治目的，习近平还有另外的打算。彭博专栏作家任书丽4号发文说，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迫使习近平采取行动，希望股市上涨可以填补中国养老金的巨大缺口。据中共官方智库估计，中国养老金的余额将在2035年耗尽，现在是2025年，距离中共官方智库估计的年限是越来越近。中共在9月1号已经开始强制实行强制社保新规，搞到全国各地的企业是哀嚎一片，民怨沸腾。在强制社保之外，习近平让股市上涨这一招似乎高明了许多。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习近平的设想正在由国家队具体执行。据中共官媒《中国证券报》9月1号报道，最新披露的2025年基金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以中央汇金、中国证通等为代表的国家队资金借道基金产品积极入市。中央汇金上半年共增持12只基金产品，涵盖上证50 ETF、沪深300 ETF、中证500 ETF、中证1000 ETF、科创板50 ETF、创业板 ETF 等诸多的品种，累计耗资超过了2100亿元。截至2季度末，中央汇金合计持有基金产品总市值达到了 1.28 万亿元，创历史新高。Win 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全市场基金产品规模已经突破了第5个万亿元，达到 5.12 万亿元，较去年年底增长了 37.25%。仅今年前8个月，规模的增量就达到了 1.39 万亿元，再度刷新了同期的历史记录。任书丽表示，国家队今年已经向股市投进了数十亿美元。今年1月，中共政府表示，大型保险公司需要将其新保费的 30% 投资于境内的股票。4月，中央汇金正式进入股市，截至到6月底，汇金持有 1.3 万亿元人民币的指数基金。到底是什么促使习近平这么钟爱股市呢？投资者预期会出现习近平看跌期权，一种相信国家会在股市暴跌时购买中国股票的信念。长期来看，机构支持会持续存在吗？任书丽认为，急剧的人口结构变化
或许是迫使习近平采取国家队入世行动的一个原因。中国仅用了5年时间就陷入了生育危机。2024年，中国仅有950万婴儿出生，与疫情之前每年约有1500万的出生率相比，出现了惊人的下降。总生育率从2019年的1.8个骤降到了2023年的1个。人口的剧烈萎缩让社会保障体系变得难以维持。1990年，中国每新增1名退休人员，就有大约3.6名劳动者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但是到2045年，这一个数字将降到0.4。据高盛集团估计，只有900万新就业的人员开始缴纳社会保障金，但是将有2100万人开始领取养老金，形势已经逆转。中共不得不在去年年底提高退休的年龄，并且用给3岁以下的儿童发放3600元人民币补贴的办法来提高出生率。然而，这也缓解不了中国养老金临近枯竭的燃眉之急。中国步入老年的人数太多了。2023年，中共政府对养老金的补贴总额达到了1.7万亿元人民币，占财政支出的6.4%。即便如此，在上世纪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也拿不到足够的养老钱来度过他们的晚年岁月。所以说，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股市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的股市非常的令人羡慕。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是第一代在开始工作时就获得了401养老金计划的人。由于股票投资组合和房产价值的飙升，他们的财富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许多人并不依赖平均每个月$2000的社保金来维持生计，即使年度退休金增幅很小，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任书立认为，北京很渴望能够复制这一模式，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的情况下。去年年底，中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个人退休账户，允许人们每年免税投资高达1.2万元人民币。但假如股市长期处于熊市，他们还会费心去注册吗？同样，如果社保基金能够获得更高的资本收益，国家养老体系可能就会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在中国，未来一个劳动者要养活3个退休老人，股票收益就显得至关重要。不过，就算习近平很想用股市的上涨填补中国养老金的亏空，可中国的股市又怎么能和美国的股市相提并论呢？美国的股市是在完善的英美法体系下运行的，难以作弊和人为的操纵。而中国的股市充满了人为的操纵和作弊，是少数人坐庄、多数人亏钱的赌场。习近平想借着大阅兵的机会，让股市升起来，国家队领命入场，这本身就是作弊，是人造的市场，不是市场的真实表现。最让习近平恼火的是9月3号阅兵的当天，中国的股市不但没有上涨，还来了一个倒栽葱，倒在了一片绿油油的熊市。特别是军工股，在中共这么卖力秀肌肉的时候，却带头下跌，真的是丢人现眼。所以不早不晚，外媒在这样一个时刻放出易会满被抓走的消息，或许想敲山震虎，让那些知道中共内幕消息，想借国家队大举入场推高股市的机会，捞一笔就走的中共权贵及其白手套们收敛收敛，不要坏了习近平的大计。习近平和中共的大计是什么呢？还是薅羊毛？反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不是对强制社保非常不满吗？那就变个法子，让你自己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中共的宣传机器一天到晚地宣扬什么大牛市，在这番鼓噪之下，股市居然疯涨起来了，老百姓不动心才怪呢。中共很清楚他所待的位置，那是起风的地方，中共有能力吹风和放风，风吹草动，老百姓不得不随风而动，中共就可以借一场股市的牛风割一轮韭菜了。这很可能就是中共的真实目的，而他最怕的是中共权贵和他的那些白手套捣乱，只注重大赚一笔的眼前利益，让中共布下的割韭菜棋局泡汤。这个时候再次拿出易会满这只死老虎，让那些依然笑聚山头的活老虎们看一看，只要是老虎就有可能是这个下场。易会满是中共正部级官员，
100%的是一只大老虎。X 账号亚洲金融爆料称，易会满这次被抓与亲属插手多个 IPO 有关，也与工行内部腐败有关。虽然易会满被查的消息仍未得到中共官方的证实，但也足够说明中共的证监会已经是中共打虎被瞄准的一个山头了。易会满的前一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2019年5月官宣被查，同年10月官方通报，鉴于刘士余能够主动投案，决定给予刘士余留党察看2年处分，降为1级调研员。再前一任的证监会主席肖钢在2015年爆发股灾后，于2016年被免职。此外，2024年7月，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被免职了。2022年12月，证监会副主席赵征平被免职。今年的4月30号晚，中共官方通报，证监会副主席王建军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习近平借助在天津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和93大阅兵这些表面看来热闹而盛大的活动，似乎已经转移了国内老百姓对于经济衰退的注意力，如今又在营造股市上涨的幻境，吸引老百姓愿者上钩，让中共反人民的本性昭然若揭。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